傍晚的时候很喜欢散步，绕一个圈。以前我们养狗，必须每天出来3次绕圈，但是狗已经走了，我们就保持这个习惯，天天走同样的路，差不多半个小时，可能3公里左右。常常会想到音乐啊，我现在正在练习的曲子，所以有朋友问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附近的一些路啊，一些情况啊？今天就跟你们一起走我们遛狗的路。现在因为这个利息很便宜啊，利息很低，所以很多人盖房子。我们最近盖房子真的是吓死了，所以那个房价涨了，几年以内涨了差不多1倍。所以现在常常听到这个盖房子的声音。刚才我们家旁边也是盖一栋新房子啊。原来我们住的地方那块地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以前我们一般盖房子，剩下的地等于是花园啊，差不多房子的面积的多1倍，可以种花、种菜啊，种树啊。现在人没有时间，也不想做那些事情啊，这好像有点在劳动一样。所以说，房子我们说好像一个那个小一块哈，也没什么草地，没什么花园啊，就没事，没什么工作量。所以我们家旁边房子也越来越多，等于说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没办法，这个是现在的潮流。当然，我们也很喜欢一边走一边观察邻居的花园是怎么整理的，或者是种了一些什么花。这个邻居特别细心，特别喜欢种菜种花。他也种了几棵这个桃花树，我很羡慕他。我们种过，没有成功。他花很多时间，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有时间。还有房子，我觉得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轮廓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有那种保护区，譬如说它是某一个年代的房子啊，那我们就那个房子你不能乱给它拆掉，或者说那个加盖啊什么的都要先得到批准了，先去申请啊。但是我们这些房子，那些房子大概40-50年，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价值，所以你要把它拆掉重新盖，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一定的这个形式，每一个房子看起来都不一样，有那个平的那个屋顶，或者是那个尖的屋顶啊什么的，它只限制你不能高于2层，因为这是一般的住宅区，所以2层以上不行。
有一种树木，现在那个果实一直掉。这个树木，如果它果实很多，它的果实很多，那我们会判断说，冬天可能会很寒冷，或者说冬天可能会很久很久。因为什么呢？这些很多动物就靠这个果实来生存啊。所以这个是农夫说的话。什么果实多，那个冬天会怎么样啊？我们会注意到，但是不一定相信。你会发觉的说，这个好像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整理啊？他好像有几年把那些所有的都给它剪掉。以前还有比较细的树，也通通给它砍掉，只留下几棵。但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就说我们整理的太干净的话，好像那个动物，它没有地方躲，它没有地方生存，所以我们像刚才那种看起来乱七八糟的，里面会有兔子啊，会有那个豪猪、鸟啊，所以很多种动物它喜欢躲在这，虽然是等于说是在人群中，但是这样它有地方躲。我们这边的那个住宅区都会限制30公里速度，但是人家不一定守规矩啊。好像30公里，你开的时候好像慢吞吞的，其实30公里是很快的。你人跑那个跑得很快，就差不多30公里。所以说，慢慢习惯，开慢一点了。那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开慢也无所谓。什么事情慢吞吞的也好，不要急。我在我的那个课本上以前读到一句话，叫“急出病来可不是玩的”。这句话我们家里常常用得到，“急出病来可不是玩的”。你看这些都长得有点乱七八糟的，但是动物就喜欢躲在那里，所以你晚上出来走一走，常常看到兔子、野兔，它也不太害怕，你靠近它差不多20米，没问题。你再靠近，它就会跑掉。所以你看，那边又在盖房子啊。
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别家的花园、别家的房子啊，都会得到很多启发。但是我们现在院子种满了，没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新的阶段就是欣赏，很多事情都是欣赏，不一定要追求，不一定要拥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区原来是挺安静的。原来很安静的区，现在因为房子盖的越来越多，所以也越来越热闹，也好，多一些邻居也不错。还有华人也越来越多。原来没有几位，现在不少，真的不少。有的房子，这个盖的有点东方味道，好像那个古时候城墙的这个门呐、我觉得那些比例哈、就是说，第一层楼，然后在上面第二层楼比较小，比较窄，然后那个屋顶好像有一个幅度，看得很舒服。不知道这个建筑师他是哪里学到的这个样子啊？我们看看这种房子，其实我们不能直接拍这个私人的房子，可是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味道。所以现在那个倾向就是说，很多地啊，用石头盖起来，就没有种草，也没有种花，全部都是水泥，或者说是那个这个砖块给它铺起来，省事啊，你没有工作，你们不需要整理啊，扫地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土本身它有一个过滤的这个功能啊，你把它所有的给它封起来了，这个功能就消失了，就等于那个水就流下去了。这样你付这个水的这个怎么说？
比较重，付的那个水费，应该是水费，水费就比较重。他会到你家去量一量，你哪一些地有等于说铺起来了，那哪一些没有啊？就连那个土啊跟植物啊，他就这样算啊，那个费用就按照这个来算，我觉得很有道理。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汉堡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地下水啊，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地下水，所以多多少少现在有一些关于保护这个自然保护的一些措施，这样很好。所以，很多地方你看不到房子，因为人家是种那个篱笆树，有点没意思，人家就不喜欢看你家里面什么情形，看你的院子里面什么情形。别的国家不一定这样的，我觉得跟荷兰相反，荷兰人他家前面就是一块绿地啊，你坐客厅，你就可以看到外面什么人走过啊，你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我比较喜欢这样子，但是因为这里的人就是注重私人生活，所以不太愿意啊，人家直接看到他家里的情形。我跟我太太走这段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那么多话。喜欢走路，默默的，可以想的东西很多。尤其想到音乐啊，你边走边想你现在要弹的曲子，好像你会得到另一种启发，你会想到这个节奏啊，会想到速度啊，这样子你回到家里，直接到你的琴房去弹一弹，不一样，会感觉好像比较开朗一点，弹的时候比较大方一点，因为我们练琴好像越练越细腻，这个是一个困扰。你注意到很多细节啊，你会很容易失去这种比较大方的那种观念。所以出来走一走，思考思考，就会感觉不一样。还有汉堡，你这样走路哈，好像没有感到什么斜坡啊，什么
上下啊都是很平。我们就是在北德的平地，没什么山。骑那个自行车非常方便，所以比较短程的骑那个自行车的人很多。那因为我们以前养狗，所以对那个狗啊，好像特别有感情。今天早上还没碰到狗，很奇怪。不过一般这个遛狗的时间都是傍晚或者是早上比较早。所以我们现在快12点了，也许吃中饭以后，他们还会再绕，还会在外面遛狗啊。但是可惜今天没有看到。听说摸狗可以降血压，所以应该有机会。常常这个给那个狗摸一摸。啊，有的院子真的看起来很舒服，尤其是这个，尤其里面有种这个篱笆哈，里面全部给它挡住，哦，那看起来就真的很宽阔。那个，Hall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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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wegen ist sie auch so ruhig. Ja, sie ist 12 Oh. und sie ist lieb, sie Ja. kommt Ratten und alles. Ja, das ist ganz süß. Oh, Ja, ja. Darum habe ich so ein hohes Ding hingelegt. Ich habe mehrere. Aber hier kann sie, wenn sie will, nach unten gehen. Ja. Aber die guckt. Ja, klar. Das ist süß, So, ne? dann will ich mal Pferde-Dings essen, kriegt sie. Aha. Das ist nämlich das Beste, was es gibt. Ah. Immer. Naja. Das hat mein Sohn geholt, nicht dieses. Und jetzt hole ich das. Ich habe jetzt Ja,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他盖这个小屋啊，是给儿童玩的，但是放那个太阳能板，我觉得很好，很可爱。还有可以那个可以那个电视节目可以收得到哈，有那个天线，好像那个儿童屋也有这个能源，很可爱。现在我们已经快要回到家了，我们今天走的没那么远，我们快要回到家了。这个邻居我们都很熟，很好的邻居。他这个房子上面是种草的，这也是一种，那个屋顶就是草屋顶，也是一种保暖的措施，很好。这房子他自己盖的，整个房子自己一个人盖的，非常羡慕。那种松树，我们家附近有几棵很高的松树，我们都会有点害怕，因为松树它的木头不
不是很硬，所以树木，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倒。我们说都会量一量，这个松树大概有多高？如果它倒的话，会不会倒到我们那个屋顶上？你们看前面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家前面的这个松树，相当高，大概有20米吧，20米吧。那我们也许会倒到我们那个温室，但愿不会。好，回到家了。Oh ja, gut.这个葡萄很多汁，很多那个籽啊，也蛮酸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温室也有点亚洲风格。虽然我们真的没有设计到这个，但是可能也是一种缘分。